一个人花了10年，终于打赢了一场战争。按照我们的想象，这里应该是大结局了，英雄凯旋，接受欢呼，回到自己的国家，光宗耀祖，故事结束。可是《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奥德赛》，那我先用半分钟把这个故事给你讲清楚。奥德修斯是古希腊伊塔卡的国王，也是特洛伊战争当中最有谋略的英雄之一。那场战争打了整整10年，战争结束以后，他其实什么都不想要了，只想回家，回到妻子佩涅洛佩和儿子身边。可偏偏就是这条回家的路，他又走了10年。一路上，他遇见了独眼巨人，遇见了会用歌声诱惑水手的赛人，遇见了女神、风暴、死亡，也一次又一次差点永远留在了途中。所以《奥德赛》真正讲的并不是一个英雄怎样赢得战争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已经赢过的人怎样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3000年前的故事今天重新被大家讲出来会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很多人的人生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花很多年研究一件事儿，怎么赢。可是真的赢得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们才慢慢发现，人生还有另外一道更难的题：赢了之后怎么回来？奥德修斯和希腊联军打了10年的特洛伊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回家。可是就是这样一段回家的路，他又走了10年。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有能力参与赢下特洛伊战争、以聪明和谋略闻名的人，为什么打仗用了10年，回家居然又用了10年？如果我们只是把《奥德赛》当成一个神话故事，答案当然很简单，因为海上有怪物啊，有风暴啊，有神的阻挠啊，有船员的犯错呀，所以他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但如果只是这样想，这个故事不会流传3000年。我更想问的是，为什么人类特别喜欢讲这种明明知道目的地，却偏偏不能直接到达的故事呢？中国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小时候看《西游记》，很多人都会问，明明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8千里，既然目标就是去西天取经，为什么他不直接背上唐僧，翻几个跟斗就把师傅直接送到灵山呢？为什么还要走10万8千里，经历9981难呢？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一步，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其实也都知道这趟人生最终会去向哪里。无论一个人中间经历过贫穷还是富贵，失败还是荣耀，最终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死亡，什么都带不走。既然终点早就知道了，那么中间那几十年还有没有必要呢？当然有。所以我今天想借《奥德赛》和《西游记》来聊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终点不是秘密，那么过程为什么仍然不能省略？也许答案就在于，人生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最后你去到了哪里，而是走完这段路之后你成为了谁。如果终点只是一个地点，那么很多路都可以省略。但正是因为发生变化的是走路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的这段路才不能被省略。先说奥德修斯的前10年，特洛伊战争当然非常复杂，伊利亚特讲的也只是战争后期的一小段。今天呢，我们不展开讲战争史，只是看奥德修斯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是阿喀琉斯那样单纯靠力量取胜的英雄。奥德修斯最出名的是他的聪明，是他的谋略，是能够判断别人会怎么想，然后利用这个判断去解决问题。特洛伊木马之所以后来和他的名字联系得这么紧密，就是因为它代表的就是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不太想把木马记简单的讲成一个道德的故事，说奥德修斯骗人，所以他后来受到了种种的惩罚。战争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场域，中国的《孙子兵法》开篇也说，兵者诡道也，会隐藏真实的意图，会制造误判，会虚虚实实，本来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诡道这种帮助一个人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到了生活当中还一定是优点吗？那这个问题为什么和我们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前半生啊，其实都很像是一场不断向外的出征。
小时候呢，我们想考一个好的成绩；再大一点呢，我们想进一所更好的学校；毕业了，我们想进好的公司；进了公司以后呢，我们想升职、想加薪。我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我们又会想自己的第一个500万。有了房子，我们还希望有更好的房子；有了事业，我们又希望有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做投资，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放进一场比赛当中。我要跑赢指数，我要跑赢别人，我不能错过下一轮的机会。这些愿望本身也许没有错，一个人当然可以有野心，我们可以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因为毕竟人生如果从来不出发，当然也不会有真正的成长。奥德赛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奥德修斯真的赢了，可是他的故事没有结束。战争的问题是怎么赢，而人生更难的问题是赢了以后怎么办。这里就进入我特别想讲的第一层。我们总觉得成功来自努力，这当然没有错。可是努力为什么会有代价？因为人的时间、身体、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当我们把更多的东西放到某一个地方，就意味着另外一些地方会得到的更少。所以很多人的前半生其实都在做一件事儿，向未来透支，然后试图递延偿还的时间。为了工作，我们透支了一点睡眠。年轻的时候啊，觉得熬一个通宵没有关系，连续几个月睡得少一点也没有关系，身体似乎很快就能恢复。当时的我们很容易误认为这件事儿没有成本，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健康暂时没有马上向我们来催账。为了升职，我们挤时间加班，今天多加2个小时的班好像也没什么，周末再去开一个会好像也没什么，1年看不出差别。可是10年以后回头再看，孩子已经大了，父母已经老了，伴侣也陌生了。有些时间并不是未来挣到更多钱之后可以再用钱买回来回到原样的。同样的，我们也在向亲密关系透支。人在最忙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说这几句话：等我忙完这一阵儿，等这个项目结束，等我赚够了钱，等事业稳定下来，我好好的陪你们。但是问题是，不是今天少陪10个小时，5年以后我们再补10个小时，一切能够自动回到原来的样子。关系也会折旧，信任也会折旧，甚至一个家庭彼此熟悉的方式都会改变。我们还会向未来透支，房贷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今天先住进这套房子，然后用我们未来20年、30年的收入慢慢偿还。这个机制本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偷偷的把时间重新排列了。今天先得到，未来再支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借的还不只是钱。一个人的收入越来越高以后呢，未必越来越自由。因为收入上升的时候，你的生活成本可能也不断的在上升。更大的房子，更高的固定开支，更多依赖你收入的人，更难放弃的职位，更不能接受失败的社会身份。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你能说不的事情越来越少。表面上你的资产增加了，实际上你的选择权减少了。这也是一种透支啊。我们在用未来的自由换今天的确定性。还有注意力，如果一个人10几年都生活在竞争、信息、焦虑和比较当中，久而久之，他甚至会失去安静地坐下来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的能力。所谓很多人的成功，其实就是今天先得到一些东西，把另外的一些东西的代价推到以后再支付。今天熬夜，今天不会立刻生病，今天缺席一次家庭的晚餐，不会立刻让我们失去亲密关系。今天借更多的钱，今天拿到的房子，当然还有未来20年的还贷压力。今天为了升职牺牲了自由，可是今天拿到的是职位和收入。人特别容易说我赢了。成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只是成功容易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你获得了权利、荣誉、金钱、地位，其实你只是没有在同一时间看到你获得这些东西背后的代价。只不过收益今天已经到账，成本没有在同一天出现而已。人生从来都是收益和支出打平的一本账，在这个当下，有的账单还没有被记到而已。
如果这一层的意思你能理解，那我们再把镜头从一个人的几十年拉远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几十年，你会发现，我们过去经历的几十年的繁荣，也做过非常类似的事情。过去的繁荣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通过信用把未来的收入搬到今天，家庭可以按揭买房，企业可以借钱扩产，政府可以通过债务建设今天的基础设施。我们通过全球化把生产放到了成本更低、更有效率，把环境污染的治理、廉价劳工的健康生存问题递延给那里的人们。于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大量的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但是我们依靠相对便宜稳定的能源支撑规模空前的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在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候，一个社会拥有大量的劳动者、纳税人、消费者和购房者，而养老、医疗等更多的成本往往要在更后面才会集中出现。这些东西都创造过真实的繁荣，但是这些繁荣都是社会向未来的借支，账单总有到期的一天。债务要还，资源要还，能源要还，人口结构会变化，供应链不能永远只计算最低价格，也开始慢慢计算安全和冗余的成本。过去那些可以往后推的问题，现在开始越来越难继续往后推了。一个人把健康和时间递延，一个社会把债务、能源、人口和安全成本向后递延。介质本身未必是错，危险的是我们把延迟支付误认为没有成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奥德赛，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隐喻。奥德修斯花10年，终于打赢了特洛伊战争，他得到了胜利。可是奥德赛的故事恰恰从他的胜利之后才真正开始，因为胜利和结账不是同一件事儿。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时刻，考上大学的时候，觉得终于结束了。毕业拿到一个好 offer 的时候，觉得终于结束了；升到一个很高的职位的时候，觉得终于结束了；赚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觉得终于安全了；结婚生子的时候，觉得终于安全了；一家企业做到了行业第一，公司上市了，创始人也会觉得我终于赢了。可是人生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所谓的终点，只不过是下一段生活的起点而已。就好像莎士比亚说的，凡是过往皆为序曲。这些成就呢，只不过是你新生活的第一行，如此而已。当我们以为事情结束了，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账单还没有被记到。当然，这里我要说的严谨一点，荷马并没有告诉我们奥德修斯是因为设计了木马，所以后来的10年漂泊呢，是在遭受这种诡计的报应。在奥德赛当中，他的归途受阻，有海神波塞冬的敌意，有他自己的骄傲，也有船员们一次次的犯错，还有神与人的复杂的关系。所以递延和还账是我今天重读这个故事时得到的一种现代隐喻，不是我要替荷马宣布的唯一原意。但这个隐喻非常有力量，因为归乡的10年，奥德修斯不断遇见的，其实正是一个人在胜利以后更难处理的东西：骄傲、猜忌、诱惑、遗忘、恐惧，以及无法避免的代价。我们先讲独眼巨人。奥德修斯和同伴被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困在了洞穴里，每天吃掉他的几个手下。奥德修斯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先告诉独眼巨人自己的名字叫做没有人 Nobody， 然后趁独眼巨人睡着之后呢，刺瞎了他的眼睛，再和同伴藏在羊群当中逃了出去。到这里呢，他明明已经赢了，船已经离开了海岸，危险正在过去，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奥德修斯忍不住回头，他要告诉那个被自己打败的独眼巨人，你要记住是谁打败了你，我是伊塔卡的奥德修斯。于是独眼巨人终于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并且向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请求报复。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人性，聪明和勇敢救了他，骄傲又给他制造了新的麻烦。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不够，而恰恰是输在赢了之后，他们太想证明是我赢的。一个人在最接近失败的时候，反而经常很谨慎，因为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会输。真正危险的时候，常常是刚刚得胜的时候。事业做起来了，投资连续赚了几次，别人开始赞美你了，你会慢慢的把一次的成功理解成自己永远正确和伟大。
那这个时候人的风险偏好会变，讲话的方式会变，对别人的判断也会变。所以奥德修斯面对独眼巨人的这一关，背后拷问的是，当你终于有能力赢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管理好自己想要炫耀胜利的欲望？我们再来讲风神的风带这一段呢，我特别喜欢。风神埃俄罗斯帮助奥德修斯把会妨碍航行的风都装进了一个袋子，只留下能够把船送回伊塔卡的风。他们连续航行了9天9夜，到了第10天，故乡近在眼前，甚至已经能够看到岸上的灯火。这个时候，奥德修斯终于撑不住睡着了。他的船员看着那个袋子，开始猜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风神单独把这个东西给了奥德修斯？会不会是金银财宝？是不是他又得到了一份好处，却不肯和我们分享？于是船员们偷偷打开这个袋子，里面的风一下子全部冲了出来。刚刚已经看得见的故乡又被风吹远了。前面9天9夜的航行一下子被打回到了原点，他们功亏一篑，被吹回到了大海中央。这次击败他们的不是海怪，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而且真正让船员动手的，还不是他们已经穷得活不下去了，是他们开始怀疑，为什么奥德修斯得到的可能比我会多？这就是非常真实的组织问题。很多团队并不是因为外部竞争太强而失败的，而是当内部开始相信他一定藏了些什么，为什么他得到的会比我更多，我是不是吃亏了？那么合作就会开始崩掉，信任一旦消失，哪怕已经看得见胜利的彼岸，也可能会重新的回到原点。还有美人鱼赛人，赛人的歌声会诱惑经过的水手，让人失去判断，最后走向死亡。奥德修斯偏偏很想听，这个细节也很有趣。他不是不知道危险，他知道，但他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光靠意志力也没用。所以他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让船员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而且命令他们，无论自己以后怎么恳求，都不能把这个绳子解开。这个故事如果放到今天呀，我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很现代的智慧，就是成熟的人会承认我有可能失控，所以我要在自己清醒的时候，给未来那个不清醒的自己留下一些约束。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的投资需要仓位的上限？为什么家庭需要备用金？为什么短期要用的钱不应该全部投入到高波动的资产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会提前给自己设定投资纪律？涨到什么程度我就不应该再追了，跌到什么程度我要重新检查我的投资逻辑了。因为真正聪明的人知道，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我也可能变得极不理性。赛人不会永远在海上，他可能就是那种所有人都赚了钱，只有我没上车的那种焦虑。所以很多规则的意义就是不相信未来的自己一定可能会永远理性，要在今天自己清醒的时候，给未来可能失控的自己留下纪律的约束。还有一类危险，我觉得比怪物更难处理，莲花使者。这些人呢，不是怪物，是和平的岛民，以莲花为主食，待客方式呢，就是请陌生人吃一口。吃下莲花以后，人不会受伤，甚至很舒服。他们只是渐渐的不想再带回消息，不想再回家，只愿意在那儿和莲花使者一起嚼莲花，把归途忘得干干净净。这就特别像人生当中很多真正厉害的诱惑，那些东西不会把你打倒，它不会让你立刻失去工作，不会让你立刻破产，也不会让你立刻生病，它只是会让你一天天的忘掉我当初为什么出发。一个人最初努力赚钱，可能只是想让自己和家人活得好一点，自由一点。后来收入越来越高，工作却越来越忙，最后呢，钱确实多了，可是他再也没有时间陪家人，也不敢离开那份工作。那我们就要问，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忘记了自己最初为什么要成功？所以我觉得《奥德赛》里最可怕的东西呢，不一定真的是那些会吃人的怪物，有的时候危险的是让你觉得很舒服，以至于你再也不想回家的东西，甚至呢让你忘记为什么出发。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西游记》，因为这两个文明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居然讲出了非常类似的结构。奥德赛当中呢，一个英雄其实是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的伊塔卡；西游记里呢，唐僧师徒也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灵山。而且呢，《西游记》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让现代人产生的疑问：孙悟空既然有那么大的神通，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唐僧快速的送到西天呢？如果目的地只是取一本经，那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要把路走得这么辛苦。可是，在《西游记》最后已经把这件事儿讲明白了。第99回，观音把唐僧一路经历的灾难数了一遍，发现只有80难，还差一难。于是呢，已经取到真经正在回去的师徒又被补了一难，才圆满地完成了9981难。这个情节就等于明确地告诉读者，困难不是取经过程当中的 bug， 困难本身就是真经。如果只是把一堆经书从灵山搬到长安，那么这条路完全可以想办法去缩短。但如果真正要完成的是修行，那么这样的路就不能省。一个人只能在这些经历当中改变。所以呢，我会把《西游记》和《奥德赛》放在一起对比来看。如果奥德赛的目的只是把一个国王从特洛伊送回伊塔卡，那么10年漂泊没有意义。如果《西游记》里的目的只是把经书从西天送回大唐，那么81难也没有意义。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只是从出生走向死亡，那么中间的几十年似乎也没有意义。可是我们都知道，中间的这段路才是真正的人生。磨难不是路上的意外，磨难本身就是人生。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我们读《西游记》的时候，就会发现孙悟空好不容易要把一个妖怪打死，天上会忽然来了某位神仙，大圣且慢，这是我的坐骑，或者这是我的童子，所以民间才会调侃，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没后台的都被打死了。奥德赛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很像的结构设计，奥德修斯刺瞎的独眼巨人看起来只是岛上的一个怪妖怪，可是他的父亲是海神波塞冬。奥德修斯以为自己解决了一个眼前的妖怪，结果却得罪了一个远比自己想象的大得多的关系网。但在这里呢，我不想把它解释成人生当中的所有的坏人，所有的困难都是神故意派来考验我们的。原著也没有这么简单，现实也不是这样。有人伤害你，那就是伤害你。有些损失没有必要被浪漫化。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你未必能够解释妖怪为什么出现，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经历过这些之后，他们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什么。比如遇到欺骗，你可能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但你也可能学得会更加谨慎。遇到失败，你可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你也可以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遇到财富，它可能会放大你的欲望，但也可能第一次让你拥有选择生活的自由。遇到权力，它可能让你傲慢，但也可能考验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克制。所以我更愿意说，每一个妖怪其实都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是我们本来就有，只是平时没有被看见的东西。说到这儿呢，这堂课真正想问的问题或许才真正的出现。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都很像，一个婴儿来到世界，不会说话，不能照顾自己，一无所有。然后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不断的往自己的身上加东西。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我是某家公司的高管，我是某个行业的专家，我有多少钱，我住什么房子，我认识谁，有多少人认识我。慢慢的，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和我绑在一起，甚至我们有一天也会真的相信这些就是我。可是人生很奇怪，往往命运又会在你的后半程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职位会离开，身体会变化，孩子会长大，父母会衰老，财富最后你也带不走，一时的名声鹊起，也可能最后泯然众人。于是一个问题就会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的拿掉，最终我是谁？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奥德修斯最后怎么回到伊塔卡，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不是穿着盔甲带着军队以特洛伊英雄的样子凯旋而归的，雅典娜把他伪装成了一个年老的乞丐。
一个曾经拥有国王身份的人，一个参加过10年战争的将军，一个以智慧闻名的英雄，回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外在的荣耀全部被拿掉了，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那如果王冠没有了，盔甲没有了，军队没有了，什么还能够证明奥德修斯是奥德修斯？答案出现在他的妻子佩涅洛佩相认的时候。佩涅洛佩等了他20年，即使有人告诉他奥德修斯真的回来了，他也没有立刻相信，他非常谨慎。最后他故意叫人把他们夫妻的婚床搬出去。奥德修斯一听就急了，他说这张床怎么可能搬呢？因为他们当年的房间里就有一棵活着的橄榄树，他以这棵树的树干做床柱，在周围建起了房间，再亲手做成这张婚床。所以除非把树砍断，床根本不可能被搬走。听到这里，佩涅洛佩才确认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奥德修斯的回乡之旅漂泊了10年，他去过一个又一个地方，他见过怪物，见过女神，见过死亡，也经历过无数的诱惑。最后证明他是谁的东西，居然是他和妻子之间独有的秘密，一棵从来没有移动过的树。人可以走得很远，但总要知道自己把根扎在哪里。我甚至觉得人的一生就像生活在2种意象之间，一条船，一棵树。船代表远方，代表扩张，代表冒险，代表我们想看的世界，想得到的财富，想证明的能力。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更喜欢船，因为船可以走得很远。可是树代表另外一些东西，你的身体，你的家人，你的关系，你的价值观，你真正愿意过的生活，以及那个不依赖职位和掌声才能存在的自己。所以人生的问题是，当船已经走得很远，你还知不知道自己的树在哪里？奥德赛的最后还有一次很动人的相认。奥德修斯去见已经年老的父亲，父亲拉厄尔特斯不敢立刻相信。奥德修斯先是给他看自己小时候留下的伤疤，然后又说起自己童年的时候，父亲曾经带着他在果园子里面走，告诉过他哪些梨树、苹果树、无花果树和葡萄藤将来会属于他。这些极其具体的私人记忆，终于让父亲确认儿子真的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奥德赛最后证明我是谁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奥德修斯的成功，反而是一道伤疤，一片父子走过的果园和一棵扎在土地里的树。如果一定要把它们象征化，我会说，伤疤代表我经历过什么，果园代表我从哪里来，那棵橄榄树代表我把根扎在哪里。所以一个人的身份最终不会是由他的成就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伤疤、他的来处和他的根共同组成。讲到这儿呢，一定会有人问了，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年轻人就不要奋斗了？因为反正事业、财富、名声最后都带不走，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呢？我觉得不是。如果奥德修斯从来没有离开过伊塔卡，就没有奥德赛。如果唐僧不曾离开长安，也没有西游记。我们不能因为人生的终点是死亡，所以中间什么都不想经历了。正是因为终点不会替我们决定人生的价值，所以中间这一段才格外的重要。奥德修斯回到伊塔卡以后，他也不是20年前那个刚刚离开家的男人了。他带着战争的记忆，带着伤疤，带着失去同伴的痛苦，带着自己曾经犯下的种种错误，带着比年轻时更多的智慧。所以真正的归来应该是我走过世界以后，重新知道什么值得留下。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讲递延的时候并没有真的在反对扩张，因为一个人确实是可以向未来借的，企业也可以借，国家也可以借。很多伟大的事情本来就需要今天承担成本，把资源放到未来。但是这里面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可以透支？可以透支多久？到什么时候必须开始还？尤其要知道，有些账可以用钱还，有些账钱还不了。父母的衰老，钱买不回时间，
孩子错过的童年，钱买不回原来的年龄。有些身体的损伤，也并不是多赚一点钱就能恢复的；有些关系的破裂，也不是我现在成功了就能回到以前的；有些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不是用钱能够完全恢复的。所以我觉得人生真正成熟的那一刻，或许不是我们从此不再出发，而是开始明白所有的扩张都有成本，所有的递延都有到期日，有些东西可以透支，有些东西不能透支得太久。这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我最熟悉的财富和投资了。如果人生最后什么都带不走，那么我们赚钱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值得回答。首先，财富可以买东西，可以买更好的房子，可以买更好的服务，可以买更舒适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财富的意义就很浅。财富更重要的价值是它能不能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保留你选择的权利。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停下工作去陪他们？你的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你敢不敢停下手里的项目？你非常不喜欢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勇气辞职？市场暴跌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在最差的行情当中卖掉资产？一个行业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时间重新学习，重新开始？如果一个城市已经不适合你的生活，那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换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出发？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财富最终购买的不一定是东西，它买到的最贵的或许是选择权。我一直强调现金流，不要过度的上杠杆，不要把所有的筹码压在同一个地方，短期要用的钱不要承担遥远的未来才能够被验证的风险。这些原则听上去总是不够刺激，因为他们不会让你在一轮牛市当中赚得特别多，但是他们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让你不必因为某一次的风浪就失去自己的航线。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回到奥德赛。投资当然可以把你的船送到更远的地方，可是一个真正可靠的财富系统不应该只负责让你出发，它还应该保证当你想回来的时候，你还能有能力回得来。财富真正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你在世界改变的时候仍然拥有重新选择的权利。奥德赛的结局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今天这堂课的最后。奥德修斯杀掉了占据自己宫殿的那些求婚者，求婚者的家族当然不愿意就此结束，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复仇。奥德修斯再次拿起了武器，准备继续战斗。如果按照他年轻时候的逻辑，这件事儿非常简单，敌人来了那就继续干。可是最后呢，雅典娜出面叫停了双方的战争，奥德修斯停了下来。我觉得这里呢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首尾呼应。年轻时候的英雄不断的想要证明我要赢，故事的最后他终于学会了另外一件事儿，我可以停。所以呢，现在再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如果人生的终点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走完这段路呢？因为终点告诉你这段生命的最后将停在哪儿，但是我们的旅程决定了在停下来之前我们会成为谁。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想把船开得更远，可是走得越来越远之后，我们或许还想要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了今天的胜利，我向未来透支了什么？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到期？有些账我还有没有能力还？有些东西是不是已经不能再继续往后推了？如果我们把学历、职位、财富、名声一件件拿走，我还是谁？我到底有没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以及我还记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出发？所以呢，最后我想把黑板上所有复杂的东西都擦掉，只留下2个词：出发，归来。也许真正的英雄之旅，就是走过世界之后，依然记得自己是谁。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